听着台湾人真的难教，好骗又怕死。这话糙你不糙，它就像一把刀子划开了台湾这30年来的真实写照。你不爽，不爽就对了，因为真话常常带着刺。为什么我们这块宝岛成了全球知名的诈骗王国？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信任感薄弱到像一张纸？说到底就是说真话的人太少，大家都在演戏，老板演给员工看，员工演给客户看，政府演给全民看，好像不骗就活不下去。我不是来给你灌鸡汤的，我的任务是把你从充满幻影的黑暗洞穴里硬生生拖出来，哪怕皮肤会被阳光晒痛，哪怕你会因为看到真相而崩溃，我也得拉你一把，因为再不出来，你那间摇摇欲坠的公司就会跟着旧时代一起被彻底埋葬。这里现在的台湾，号称教育普及，识字率高达97%，随便走2步就能碰到大学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可最荒谬的就在这里，这群高学历的精英，一看到政府的补助计划，那些密密麻麻的公文就好像集体退化成了文盲，怎么申请流程怎么跑，一个个都笑得了阅读障碍，明明是中文却一句都看不懂，这不是识字率的问题，这是认知残障。你读了那么多书，拿了那么多学位，结果连一份关系到公司生死的公文都读不下去。你跟我说你忙着处理杂事，忙着为了那几万块薪水斤斤计较，却没时间读一份能救你命的文件。这就是我说的高学历文盲，你只有学历却没有识字背后的逻辑或面对现实的勇气。说句实话，我真的很替你们担心，但我自己也创业失败过，以前比你还废，所以我懂那种感觉。每天为了房租，为了员工那张随时想离职的臭脸，为了家里的柴米油盐那些永远缴不完的保险费，我们有限的生命和专注力全都被稀缺这2个字绑架了。你记得我以前讲稀缺的影片吗？当人的大脑被稀缺占据时，智商会瞬间下降30%。你现在的脑袋就像一台塞满了垃圾邮件的旧电脑，根本跑不动任何关于未来的运算，每天睁开眼就是欠钱，就是压力，你哪有时间思考人工智能，哪有时间谈转型？但我今天不是来抱怨的，老板，我是要让你们这群正在慢性自杀的老板们赶紧抬头觉醒，去把你辛辛苦苦缴出去的税金抢回来，不要再被稀缺绑架了。现在只剩下最后6天，政府送钱给你免费学人工智能的补助，直到12月30号，这可不是10块钱，是10万块。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运用，明年市场真的就没你的位置了。你在大学抢通识课不是挺快的吗？抢演唱会门票不是执行力十足吗？怎么现在这种关系到你公司未来3到5年生存的人工智能选修课，你连点几下鼠标都嫌懒？拿政府的钱武装你的大脑，开个香吗？至于那些在下面留言说我是诈骗的，我真连回都不想回，活该你穷一辈子，连中文字都看不懂，连政府官方的印章都认不出来。我还要帮你 QQ， 你这种人就是为家电集团割了一层皮，还要回头感谢人家给你温暖的蠢货。听不下去了，现在就给我滚，直接封锁我，我不缺你这种卤蛇的点阅。我今天要找的是那群虽然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但眼神里还有一点火光的老板。我要找的是那群知道自己必须进化，刚还没找到出口的猎人。这10万块不是救济金，它是你的子弹，是政府在2025年底最后一次发给你的战争补给。如果你连拎子弹的动作都做不出来，那明年在战场上被人工智能屠杀，真的只是刚好而已。这个社会就是这么残酷，它不会因为你努力你人好，你每天加班就给你回报，它只会给那些看准趋势掌握工具的人回报。你以为你在守护你的公司，其实你是在守护一个即将过时的坟墓。醒醒吧，把你识字的能力拿出来，把你抢演唱会门票的执行力拿出来。倒数6天，这不是演习，这是最后通牒。再来，你有没有感觉今年的冬天不怎么冷，可你的业绩却特别冷？这不是错觉，这是整个世界规则正在翻面的声音。你每天坐在办公室，看着空荡荡的门市，或是招聘网站上那几个万年没人投的职缺，你在问，人都去哪儿了？员工怎么这么难请？我告诉你，这就是你崩盘的开始。我们先看一个血淋淋的数据，国家发展委员会统计，台湾现在2030年的缺工人口高达46万。46万是什么概念？那是一个新竹市的人口，直接从台湾的劳动力市场蒸发掉了。你以为这些人是变懒了呢？躲在家里啃老了？别天真了，这46万人不是消失了，他们是进化了，他们发现了这个世界的新财富密码，他们正在用人工智能武装自己，变成一个个独立的战斗班类。他们不再需要去听你那个不识字的老板说教，不需要为了3万块的死薪水忍受你那种过时的低效管理，他们只要掌握了流量，掌握了人工智能，一个人在家产出的产值，这抵过你整间公司几十个人的产量。这就是我说的，杀死你的绝对不是你的同业，而是掌握人群、掌握流量的某个 KOLLD。或者某个你根本没看在眼里的艺人公司。这是一个时代的数位大清洗，聪明的人都在逃离传统产业制作沉船，他们在向虚拟世界拓荒。老板，你的直觉是正确的，不仅仅是台湾，整个世界的增量市场都在减少。过去30年，我们习惯了只要努力就有肉吃，因为市场一直在长大。但现在世界已经来到了存量市场。什么叫存量市场？
就是这块饼就这么大，我不吃你就没得吃，我不抢你的，你就得抢我的。这是一个残酷的零和猎杀场。更可怕的是，我们还要面对和中国内卷产业一起出海的全球性竞争。当这个世界的发展趋向同质化，也就是大家的认知、物质生产能力都差不多的时候，第三世界的人也跟你一样，拿着手机喝着咖啡，看着同样的 YouTube 影片。下一个10年真正的主宰权在哪里？在于掌握人心。你想想看，要是有3万个人一起跟着我们，用人工智能，我们就能撬动整个世界。如何撬动？你想象一个画面，台湾的电子人口和晶片产量都是世界前几名，我们拥有全球最顶尖的数位基础设施。为什么我们不能占领虚拟世界？为什么我们不去创建自己的数字资产？物质的世界已经满了，土地贵到你租不起，店面贵到你养不起，人力贵到你请不起。你为什么不去拓荒那个没有疆界、没有租金、没有限制的精神世界？听起来很像是在洗脑吗？但在快节奏的短影音世界里，人们都是恐慌困惑的。你的价值观就是你的城堡，你可以照顾你的领民。这听起来好像是在造神，要感恩师傅，赞叹师傅。但其实从刘邦、刘备一直到现在的网络影响力，逻辑从来没变过，只是从以前拿刀拿枪的热战争转换成现在影响力网络上的攻城略地。如果你去看历史，每一个王朝的更迭，都是因为资源分配出了问题。现在人工智能就是那个重新分配资源的上帝之手，他把生产力从大公司手里解放出来，交给了个体。这是一场权力的移交。如果你还抱着你那种传统的重资产需要一堆奴隶才能运转的老思维，那我讲真的，你就是历史车轮下的尘土。特别是南部的小企业，我看了真的很心酸，但也觉得很无奈。常有人问我，大明老师，上了你的课是不是一定可以拿到贷款？我们要资金。我说不能。他居然回我，这不是废话了？干！我听到这话直接封锁，这根本就是不识字又没礼貌的典型表现。你想的是要资金来补你妹的已经破掉的旧水桶，我想的是教你怎么在干旱的沙漠里用人工智能去挖一口永不枯竭的心结。反观我们那些7、8、9年级的年轻同学，他们回信的态度、询问的积极度，想学人工智能的饥渴感，真他 X 爽！看到他们，我才觉得我们国家还有希望。所以老板们，你们究竟是要轻装上阵，还是要带着你那堆冲资产在那边哀嚎？你真的要趁着最后6天想清楚。政府的补助太多了，大南风智慧雨林，还有 SBIRS、IRS、IRS， 这些都是你可以领的子弹。但是记得，创业是你在创的。如果连创业周期、损益平衡这点基本的实质能力都没有，我真心建议你把公司关了算了。我们不是辅导单位，我们不协助巨婴，我们是狼群，我们在找同频者去猎杀全球市场。更他们的人工智能时代了，你还只会赚台湾人的钱，还在跟隔壁的老王比谁的便当便宜5块钱，这会不会太弱了？至于那种脑震荡的诸如抹香鲸，那些只会在那边酸，在那边觉得全世界都在骗他的人，我说过，一经落万物生，你赶快倒下吧。你的资源、你的客户、你的市场份额，刚好可以留给那些愿意进步、愿意拥抱人工智能的狼群。众生会感谢你的牺牲。你要做哪一种人？是当那个死在沙滩上的鲸鱼，还是当那个在数位海洋里猎食的贪狼？倒数6天，这笔补助就是你的第1张投名状。我讲真的，你现在觉得生意难做，是因为你还在用肉体去对抗钢铁。这不是勤奋不勤奋的问题，这是维度的问题。我要跟你聊聊人工智能的本质。很多人觉得人工智能就是聊天机器人，就是帮你写作业。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样想，那你真的白活了。人工智能在我们这种猎人的眼里，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武器，它是带有自动瞄准功能的狙击枪。你以前要请5个员工，一个帮你写文案，一个帮你剪影片，一个帮你回讯息，一个帮你做美编，最后还要一个在那边管这些人。结果这5个人里面有3个在滑手机，一个在想着要离职，最后一个还在那边跟你计较加班费。你这不是在创业，你是在开养老院。现在有了人工智能，你只需要一个精通指令的脑袋，那些繁琐的、重复的、消耗你生命能量的杂事，通通可以交给算力。算力不会请假，算力不会有情绪，算力更不会在背后跟你的竞争对手勾结。这就是政府为什么要补助你这10万块的原因。这笔钱是给你买数位员工的，是给你建构艺人公司自动化获利蓝图的。你看看那些7、8、9年级的年轻人，他们为什么强？因为他们没有包袱，人都不需要去管那些传统的门户之见，他们直接对接全球的算力。你如果还在纠结要请什么样的人，我跟你说，你很快就会连灰都不剩。这就是我说的艺人公司的崛起。在未来，一个公司规模不代表你的实力，一个懂人工智能的个体，加上精准的流量布局，它产出的产值可以抵过一家100人企业。这不是我在胡扯，这是我每天都在看到的现实。我们要聊聊权力，聊聊资源的重新分配。为什么我说现在是虚拟世界的拓荒时代？一是整个在实体世界，你想要扩大生意，你要租店面，你要装潢，你要应付那些讨厌的邻居和政府法规。但在虚拟世界，你的流量就是你的领土，你的内容就是你的士兵，人工智能就是你的生产线。台湾的优点是什么？
我们的电子业、我们的晶片、我们的宽频普及率都是世界顶尖的，但为什么我们还在虚拟世界里当殖民地？为什么我们不去创建自己的数字资产？物质的世界已经饱和了，房价高到你买不起，土地贵到你租不起，你为什么不去拓荒那个没有疆界、没有租金、没有限制的精神世界？听起来很玄呢。看看那些头部的影音创作者，看看那些一个人就能带货上亿的直播主，他们就是数位时代的领主，他们不需要实体工厂，他们的城堡就盖在云端上，而你还要守着那堆没人要的库存，守着那间没人进来的店面，要到什么时候？我再跟你强调一次，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政府现在释出的这些补助，不管是大南方智慧雨林还是什么补助计划，这在本质上是国家在进行最后的兵力动员。国家知道，如果台湾的中小企业再不跟上这波浪潮，那我们整个国家的竞争力就会彻底崩溃，而那个崩溃的底层就是你。你甘心当那个养分吗？很多人跟我说，大林老师你讲话好粗，我告诉你，这叫现实。你看看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哪一次不是掌握了新技术的人去猎杀旧思维的人？火药出来的时候，那些练了一辈子武功的大师还在讲搏斗技巧，结果人家一枪就把你解决了。现在的人工智慧就是那把枪，你现在还在靠劳力赚钱，还在靠资讯差赚钱。我就问你一句，你赢得过不睡觉不吃饭每秒钟运算几万亿次的模型吗？如果你不学会驾驭它，你就是被它猎杀的对象。这就是消失的46万人的真相，他们不是消失了，他们是进化了，他们发现了人工智能这个外挂，他们发现了做艺人公司的利润比帮你工作高出10倍，更成了数位游牧族。他们在虚拟世界里盖房子，在数位海域里捕鱼，而你还在用旧时代的思维，想要用那点微薄的薪水去绑架别人的灵魂，这就是你请不到人的根本原因。所以我说，老板们，你们究竟是要轻装上阵，还是要带着一堆重资产在那边哀嚎？你真的要趁着最后6天想清楚，这10万块的补助就是你进入新世界的入门票，你不领，自然有比你更狠的年轻人去领，然后回头用这笔钱买到的工具把你彻底猎杀，不要再被稀缺所绑架啊！抬头看看星辰大海，人工智能是给我们的翅膀，让我们可以飞出这个小鱼缸。如果你连翅膀都不要，那你就真的只能等着被内卷的浪潮给淹死。这不是在吓你，这是在救你的命。这部影片是拍给想当狼的人看的。如果你想拿回你缴出去的税金，如果你想在明年业绩冰封的时候还能拿着人工智能狙击枪猎杀市场，那就跟上。听懂的人现在就动起来，别再跟我说你没时间，别再跟我说你没资金。政府已经把钱放在桌上了，我也把地图给你了，接下来是看你有没有那个种去拿属于你的东西。你可能觉得我在这里大声疾呼是为了求你们买单，错了，大错特错。我现在面临的是一种高阶困扰，我的名单太多了。我的后台每天弹出的询问量多到我的团队根本处理不完。我的烦恼不是没人买，是我的时间太少，而我想帮的人太多。我这人有个毛病，就是母爱泛滥，想多帮一些是一些。我看不得那些明明有才华有热情的老板，因为不懂工具而在这波寒冬里活活冻死。所以我接下来的内容要针对的是那些开公司的老板，那些手里有员工有租金有品牌压力却找不到出路的老板。各位老板，你看了这支影片，你点进来，你一步一步走进我的销售漏斗，然后留下资料。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如果你也会这套技术，如果你的公司、你的产品也有办法像我这样在茫茫人海中精准引流，让你的获客成本，也就是所谓的 CAC 趋近于0，这不香吗？你现在就是在体验这套系统的威力。我不花1毛钱广告费，我就站在这里，用我的价值观，用我的逻辑就把你吸引过来了。你想不想要这套武器？我看到南台湾很多民宿老板，他们以前在那些跨国平台抽成抽到心流血，辛苦一整年利润全给了平台，现在他们学会了用人工智能生成自动化的短影音，他们不需要广告预算，他们用的是价值观吸引他们的领民，他们的粉丝是跳过平台直接跟他们订房，这就是影响力，这就是你的数位城堡。当你的获客成本是0的时候，你的对手要怎么跟你竞争？我也看到很多高阶主管明明有满脑子的教育经验，明明是产业的领导者，却在那边担心公司裁员。我说你到底在怕什么？你有一身本事，你只要学会用人工智能去武装你的叙事，你一个人就是一家教育培训公司。你为什么要在那边等老板开恩？这就是高学历文盲的悲哀。你读了那么多书，结果你连自己的主宰权，连你自己的获客逻辑都不敢拿回来。至于那些说我是诈骗的人，我再讲最后一次，如果你连政府官方的印章，由我拿出来的数据，连你身边正在发生的产业崩盘都看不出来，你真的活该被时代遗忘。我真的不缺你这种卤蛇的点阅，你现在就给我划走，去划你的无脑搞笑影片，去躺平，等着明年业绩归零的时候在路边哭，到时候不要来找我求救。我这部影片是拍给那些还有狼性的人看的，是拍给那些虽然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但还想再搏一次的老板看的。剩下6天，这10万块补助就是你的投名状。你要做哪一种人？是要轻装上阵，带着人工智能这把狙击枪去猎杀全球市场，还是要带着你那堆重资产，带着你那堆不听话的员工，在存量市场里被内卷到死？
这世界已经没有增量了，未来的10年是掌握人心、掌握流量、掌握算法的人的天下。这听起来很像在造神，其实这就是历史的规律。从刘邦到现代的网红，权力的逻辑从来没变过，只是现在人工智能给了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最强大的权利。你准备好了吗？还是你又要跟我说，戴斌老师，我想再想想，剩下6天你再想，你就只能去领失业补助了。你要知道，我现在之所以还愿意在这里跟你废话，是因为我还想帮台湾的中小企业留下一点火种。我的名单满了，我想帮你也帮不了。这是一场认知与公知的军备竞赛，你的对手已经在领补助、学、挨见漏斗了，你还在纠结那张公文怎么填，你还在纠结会不会被骗。我告诉你，这世界上最大的骗局就是告诉你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在 AI 时代，只有正确的工具加上极致的流量，才能让你活下去。点开下面的链接，直接报名申请补助来上课。只有想改变的人在点，其他人慢走不送。